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8年2月27號早上11點半，佛州 Volusia County 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話一名男子喺自己嘅屋企度被槍擊斃。警方好快就趕到咗位於 Deltona 郊區嘅現場。由於呢間屋坐落喺一片舊英畝嘅土地上，四周圍都係茂密嘅樹林，警方擔心兇手可能仲喺附近，所以就全副武裝上陣進行搜查，並做好咗同兇手正面衝突嘅準備。呢個時候已經被嚇到慌失失、六神無主嘅 Jessica 行到咗警員嘅身邊，並同警方講案發地點係佢未婚夫 Patrick 嘅屋企。當警方嚟到間屋前邊嗰陣，只係見到大門開咗，成地都係玻璃碎，而 Patrick 就成身都係血咁瞓咗喺大門嘅台階度，已經冇咗生命跡象。25歲嘅 Patrick 喺 Miami 出世，佢為人積極樂觀、勤力上進。佢嘅爸爸 Max 係一位建築商。Patrick 之後加入咗公司，並搬到 Deltona 同爸爸一齊住。兩父子拍住雙，前景一片光明。2017年6月，Patrick 喺交友 App 度認識咗喺銀行工作嘅 Jessica， 雙方一見鍾情，好快就喺埋一齊。雖然佢哋認識嘅時間唔長，但係佢哋嘅感情就進展得好快。Patrick 話俾媽媽知，佢已經認定咗 Jessica 就係嗰個同佢廝守終生嘅人。2017年12月，Patrick 決定向 Jessica 求婚。由於佢為 Jessica 訂製嘅戒指冇辦法如期完成，所以 Patrick 就買咗一隻臨時戒指嚟到求婚。等訂製嘅戒指完成之後，再補送俾 Jessica。而 Jessica 亦都開心咁應承咗。佢哋仲計劃喺 West Palm Beach 或者係法國度舉行婚禮。萬估唔到呢場婚禮永遠都冇辦法完成啦。案發當日早晨7點18分，Patrick 嘅爸爸 Max 收到咗一通電話，通知佢 Patrick 訂製嘅戒指到咗。因為佢哋喺入口嘅大閘度留低咗 Max 嘅手機號碼，方便速遞員聯絡佢哋，所以 Max 先至會收到電話。由於 Max 當時正喺城外工作，所以佢就 send 咗短信俾個仔，同佢講呢件事，但係就一直都冇收到任何回覆。雖然係咁，但係最先發現件事唔對路嘅係 Jessica。Patrick 同 Jessica 愛得非常痴纏，佢哋每日都會互通訊息。Patrick 仲喺前一晚留低咗呢段留言俾佢。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呢段留言竟然成為咗 Patrick 最後嘅遺言。呢日早晨 Jessica 一直都冇辦法聯絡到 Patrick， 佢嘅電話冇人接聽，訊息亦都冇回覆。佢好擔心 Patrick， 所以就決定去佢嘅屋企度睇下。萬估唔到 Jessica 就見到咗令佢畢生難忘嘅畫面。Patrick 嘅身上總共有4處槍傷，但係警方只係喺現場揾到2粒彈殼，相信兇器係一支 AR-15嘅半自動步槍。警方推斷兇手偽裝成速遞員喺門口度埋伏，等 Patrick 準備開門嘅時候，再隔住大門嘅玻璃對佢開槍。由於間屋有安裝閉路電視，所以警方打算查閱影片嚟到獲取線索，但係兇手就將 Patrick 嘅電腦同埋儲存閉路電視片段嘅硬碟全部拎走咗。種種跡象都表明呢個係一場有預謀嘅謀殺案。到底係邊個同 Patrick 有住深仇大恨，一定要將佢置諸死地呢？經過調查之後，警方發現 Patrick 喺2017年曾經同鄰居發生過激烈嘅衝突。當時 Patrick 同鄰居因為土地邊界嘅問題而發生咗爭執，鄰居一怒之下竟然向 Patrick 屋企嘅方向開咗幾槍。好彩嘅係當時並冇人受傷。Patrick 之後報咗警，兩家人亦都從此勢不兩立。不過呢名鄰居喺案發當時正因為一啲罪行而被關押喺拘留所度，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當警方詢問 Jessica、Patrick 仲有乜嘢仇家嘅時候， Jessica 好快就俾出咗一個名 Gregory Bender。 50歲嘅 Gregory 係 Jessica 嘅前男友，佢哋係喺網上認識噶。當時 Gregory 42歲，Jessica 先至啱啱20出頭。Gregory 係一位成功嘅基金經理，
居住喺俄蘭多嘅上流社區。佢嘅機智聰明同埋獨特嘅魅力，深深咁吸引咗 Jessica。佢哋成為咗好朋友，然後就發展成情侶關係。雖然呢段關係睇起嚟好美好，但係 Gregory 其實係一個控制狂，佢嘅妒忌心好重，佔有欲亦都好強。Gregory 曾經同 Jessica 講過，如果有一日 Jessica 離開佢嘅話，結局一定唔係美好㗎。雖然係咁，但係 Jessica 都係相信 Gregory 一定唔會傷害自己，並喺幾年之後同佢訂咗婚。2016年年頭 Gregory 因病住院，當時 Jessica 打算俾 Gregory 一個驚喜，所以就喺冇通知 Gregory 嘅情況之下嚟到咗醫院探佢。進入病房之後， Gregory 嘅床邊竟然坐住另一個女人。當時兩個女人就好似係電視劇入邊嘅劇情咁樣，互相質問對方到底係邊個。Jessica 亦都係喺嗰個時候先至知道 Gregory 已經結婚，而佢竟然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做咗8年嘅小三。幾日之後 Gregory 先至打電話同 Jessica 解釋，自己同妻子 Demara 嘅婚姻只係一場商業婚姻，佢只係出於好心，等 Demara 嘅仔可以喺好嘅學區度返學，所以先至會應承同佢結婚。佢哋之間根本就冇任何感情。當時 Jessica 選擇相信 Gregory， 並要求佢一定要喺今年之內同 Demara 離婚。Gregory 雖然應承咗，但係就一直都冇付諸行動。於是 Jessica 就喺2017年正式同 Gregory 分手。不過 Gregory 非常唔甘心，佢喺分手之後一直通過社交媒體窺探 Jessica 嘅生活，仲會不斷打電話騷擾佢。就算 Jessica block 咗佢，亦都無補於事，因為 Gregory 會去到 Jessica 工作嘅銀行度揾佢。1個月之後 Jessica 就喺交友 app 度認識咗 Patrick， 並開始拍拖。當時 Jessica 好驚 Gregory 知道咗佢哋嘅戀情之後，會從中作梗破壞佢哋。不過紙始終都係包唔住火， Gregory 最終都係發現咗佢哋嘅戀情。之後 Gregory 就不斷咁 send 威脅信息俾 Patrick， 甚至仲喺電話留言度話要請殺手殺咗佢。忍無可忍嘅 Jessica 同 Patrick 拎住呢啲威脅短信同埋留言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法庭只係批准咗 Jessica 嘅申請，並拒絕咗 Patrick 嘅申請。為咗保護自己， Patrick 唯有喺入口處度安裝閘門，同埋喺間屋嘅周圍安裝閉路電視。禁制令似乎發揮咗作用，佢哋之後都冇再被 Gregory 騷擾，而佢哋亦都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直到案發當日早晨， Gregory 突然打咗2次電話俾 Jessica， 不過 Jessica 並冇接聽。聽到呢度之後，警方相信 Gregory 應該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所以佢哋就要求 Jessica 打返俾佢，並希望 Gregory 會喺通話中露出馬腳。但係 Gregory 就表現得好小心。Hello? Hello? Hi. Hey. I saw what happened on the news. I want to tell you I feel sorry for you. You ruined my life. You got your revenge and you ruined my lif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And we said enough is enough. I can't do this. I'm going to hire a hitman. I'm going to kill him. No, that's not, no. I didn't say that. But that's why I want to find out if it is you. Like, No, it's not. I'm your friend. I did not do this. 雖然 Gregory 嘅嫌疑好大，但係警方目前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指證佢，所以暫時只能夠以違反禁制令嘅罪名逮捕佢，並爭取更多嘅時間嚟到搜集證據。呢個時候，警方收到咗一通電話，係 Demara 打嚟㗎。佢而家已經係 Gregory 嘅前妻啦。Demara 表示自己有線索可以提供俾警方，但係佢唔願意嚟到警局，亦都唔想警方上門揾佢。佢只係願意同負責本案嘅警探喺停車場度見面。見面嘅時候 Demara 緊張咁表示，佢同 Gregory 喺2017年12月離咗婚。當佢喺度執嘢準備搬出去嘅時候，無意中發現咗 Gregory 嘅筆記簿。佢好奇咁翻開咗筆記簿，
內容睇起嚟好似係計劃周詳嘅殺人計劃。當時佢曾經質問過 Gregory 筆記簿嘅事，不過 Gregory 表示嗰啲只係佢幻想出嚟嘅情節，並唔係真㗎。Damara 相信咗佢嘅講法，亦都冇再深究落去，直到佢見到 Patrick 被殺嘅新聞，佢先至將呢兩件事聯繫起嚟。有咗呢條線索之後，警方即刻申請咗搜查令，並喺案發嘅第二日嚟到咗 Gregory 嘅屋企進行搜查。一進入間屋，警方就喺垃圾桶度發現咗 Gregory 嘅殺人筆記。Gregory 喺上邊寫咗 Patrick 嘅屋企地址，佢仲畫咗一幅地圖，並詳細咁規劃咗出入嘅路線。唔單止係咁， Gregory 仲寫低咗一啲重點注意事項，包括喺第二對鞋嘅鞋底度貼上膠紙，以確保唔會留低鞋印；確認佢單獨一個人；熄手機；抌咗啲衣物、車牌、追蹤器同手套。之後，警方亦都喺間屋度發現咗大量嘅槍械，同埋擊斃 Patrick 嘅同款子彈，但係就冇揾到嗰支 AR-15嘅空槍。呢個時候，佢哋喺廚房嘅櫃桶度發現咗一粒彈殼，經過比對之後，證實佢同案發現場留低嘅彈殼都係由同一支槍發射出嚟㗎。咁亦都證明咗 Gregory 當時就出現喺現場。於是警方即刻就以一級謀殺嘅罪名嚟到起訴佢。2021年5月25號，喺案發嘅3年之後，本案正式開審。雖然本案唔算複雜，但係單案最棘手嘅地方在於，所有指向 Gregory 嘅證據都係間接證據。喺冇兇器、目擊證人同埋 DNA 證據嘅情況之下，再加上 Gregory 拒絕出庭答辯，要成功將佢定罪並唔容易。Jessica 係第一個被傳召嘅證人，當時佢嘅手上戴住似你嘅訂婚戒指出庭作證，代表 Patrick 一直與佢同在。辯方一開始就呈上咗好幾段 Gregory 請私家偵探拍攝嘅影片，影片係喺2017年11月拍攝㗎。當時 Jessica 已經同 Patrick 拍咗幾個月拖，條片影到 Jessica 同 Gregory 一齊食飯，之後仲一齊返到咗 Gregory 嘅屋企。唔單止係咁，私家偵探仲影到 Gregory 捉住 Jessica 嘅手，摸佢嘅大髀，甚至仲錫咗佢。而 Jessica 並冇表現出任何嘅抗拒。辯方企圖塑造 Jessica 同 Gregory 仲係情侶嘅形象，咁樣 Gregory 因為妒忌而殺人嘅講法就唔成立啦。針對呢一點， Jessica 表示佢一直都受到 Gregory 嘅威脅，直到 Gregory 表示只要 Jessica 出嚟同佢見面，佢就唔會傷害任何人，所以 Jessica 先至會赴約。至於 Gregory 摸佢同埋錫佢嘅行為，佢並唔係唔抗拒，佢只係唔夠膽反抗。事實上 Patrick 對於呢啲事都係知情㗎，因為 Gregory 之後就將所有嘅影片寄咗俾佢。Patrick 仲因為咁而同 Jessica 嗌交分手，不過佢哋喺幾日之後又重修舊好。跟住控方傳召咗 Gregory 嘅前妻 Damara 出庭作證，佢表示自己親眼見到 Gregory 經常喺嗰本殺人筆記度寫嘢。當控方問佢知唔知道 Gregory 嘅目標係邊個嘅時候，佢毫不猶豫咁講出咗 Patrick 嘅名。之後控方呈上咗一項關鍵嘅證據， Gregory 鄰居嘅閉路電視喺案發當日早晨6點13分，亦即係 Patrick 出事嘅1個鐘頭之前，影到咗 Gregory 揸車出門嘅畫面，並向 Patrick 屋企嘅方向行駛。另外，警方調查咗當時速遞員打俾 Max 嘅電話號碼，證實呢個號碼係由一部拋棄式手機打出㗎。值得留意嘅係，呢部手機由頭到尾淨係打過俾 Max， 而手機嘅信號記錄亦都顯示佢喺案發之前嘅幾個禮拜，信號一直都出現喺 Gregory 嘅屋企度，咁亦都證明咗呢部電話係屬於 Gregory 㗎。跟住控方就喺庭上還原咗 Gregory 嘅行兇過程。案發當日 Gregory 揸車嚟到咗 Patrick 嘅屋企，佢熄咗自己部手機，並用拋棄式手機打咗 Max 嘅電話。喺確認咗 Patrick 獨自一個人喺屋企之後，佢就換上咗鞋底貼咗膠紙嘅鞋，沿住之前規劃好嘅路線進入並埋伏好，
等 Patrick 準備開門簽收嘅時候，對佢開槍。之後佢上樓拎走咗 Patrick 嘅電腦同埋硬碟，執走咗一啲彈殼，並處理咗兇器。但係 Gregory 就犯咗一個致命嘅錯誤，佢留低咗一粒彈殼做戰利品，而呢樣嘢亦都成為咗證實佢出現喺現場嘅證據。喺結案陳詞嘅時候，控方指出 Gregory 一直都冇辦法接受 Jessica 因為 Patrick 而唔返到佢嘅身邊，所以佢係唯一一個有動機殺害 Patrick 嘅人。辯方辯稱，雖然 Gregory 寫低咗殺人筆記，但係諗同做根本就係兩回事。This case i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antasy and reality. People should not be judged on their worst thoughts just because they put them to paper. But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in this case. 陪審團只係用咗2個鐘就做出咗裁決，最終 Gregory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雖然 Gregory 受到咗法律嘅制裁，但係 Jessica 同 Patrick 嘅屋企人都對執法單位表達咗強烈嘅不滿。佢哋認為禁制令並冇起到應有嘅保護作用。正常嚟講，喺禁制令被頒布之後， Gregory 應該要上繳所有嘅槍械，但係佢並冇照做。而喺 Gregory 冇違反禁制令嘅情況之下，警方亦都冇權利搜查佢嘅屋企，咁亦都為之後嘅命案埋下咗伏線。無論如何，事情已經發展到冇辦法挽回嘅地步，佢哋而家亦都只能夠過好每一日，好好咁生活落去，因為佢哋知道呢個就係 Patrick 嘅心願。